这节课是教大家如何使用假手指来练习甲型轮廓线的修磨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准备这个美甲的假手指，挑选合适大小的甲片，我们去做一个甲床，稍微左边右边留一点点空隙的一个甲片的大小，不要给它贴满来，贴满来你的纱条是卡不进去的，因为这个不是真人的手，它是硬的。如果是真人的手指头，我们其实是可以掰开侧甲廓，让我们的纱条卡进去的。但是你会发现，这种假手指它是非常坚硬的情况下，我们很难掰开侧甲廓。所以是说，我们贴甲片的时候，挑选的甲片要小一点点，像这个样子。我们涂上贴甲片的胶水，在这个正中心处，然后挑选小一点的甲片进行服贴。然后贴的时候，指骨中心线稍微直一点，不要贴得太过于歪斜。然后等胶水干。那如果你这里太空了，胶水涂的不够多，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补胶水的动作。胶水固化完全之后，我们去修甲床。然后同理，因为它旁边是硬的，所以是说我们要稍微留长一点点，方便我们去后期拉侧线。那么甲床的话，我们大概就是修一个圆形，不要有尖尖角，有尖尖角的方形就会妨碍我们贴片的服贴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很多同学不知道的是，我们修形其实跟我们贴的甲片有很大的关系。当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方形、方圆形、圆形的话，我们要选择这个 C 弧浅贴的甲片，可以看到像这个样子，它才能做出方形。两边是瘦的这种甲片，它不可能做出来一个标准的方形，理不理解了？接着呢，这个梯形甲片就适合修我们的欧美梯和椭圆形。尖形甲片适合修水滴形、尖椭圆和杏仁形。学会挑选合适形状的甲片，就能让我们更加的快速完成修甲型的步骤。接着这节课，老师教大家去修网红的尖椭圆。首先，第一个挑选能包裹住左右 AB 点合适大小的甲片，然后我们进行高位半贴的服贴。在你要贴敷的面积范围内，我们涂上贴甲片的胶水。操作顾客的话，我们是要用到贴甲片凝胶去做半贴和高位半贴的。只是单纯的练习的情况下的话，用这种贴甲片的胶水更加的快速方便啊。同样，服贴的时候，我们学会要去看指骨中心线，多练习几遍，慢慢的操作顾客的时候，我们就找得到指骨中心线了。先中间固定好，等中间稍微固化一下之后，我们再过来去捏左右两边的服贴，像这个样子，捏住差不多60秒左右的时间。等它完全固化之后，我们再松开。胶水固化之后，我们来观察一下贴甲片的要点，因为没贴上的话很难给大家讲解。等它固化了之后，我要给大家讲解的重点就是我们的起始点和收尾点的关系。我们的椭圆形会很容易修什么？修飞起来，这跟贴甲片的角度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我们不能光看这个最长部分的这个长度，如果你是看它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收尾点就压下来了？但其实顾客并不是今天要延这么长，顾客差不多是延到这里的情况下，我们看的收尾点永远是顾客今天要延长的这个长度的收尾点。我们椭圆形、尖形、梯形的这个收尾点一定是甲面正中心处，看得见吗？甲面正中心处，不要看左右的侧边。甲面正中心处和我们的甲根起始点、收尾点在同一条直线上，这个样子去调整我们贴服的角度，不要翘起来去贴，也不要看着指尖的高度去贴，一定是看着收尾点你要磨的长度的中心点去服贴的。接着呢，我们按照今天要修行的长度先剪一刀。如果是修尖圆形的话，这个尖尖我们可以也是稍微修一下的，操作顾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大概用小剪刀修剪成这个样子的一个甲型了之后，我们再上纱条。来看一下我们要修的尖圆形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瘦的弧线，整体是一个抛物线的形状。修甲型容易修不好看，除了刚刚的我们的起始点和收尾点的关系，你在贴服的时候甲片的角度没有调整好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左右对称的关系。左右对称看哪里？先看，同样是看我们的收尾点的中心处，永远都是看这个中心点，那么我们的尖圆形、椭圆形，不管它是胖一点也好，它还是瘦一点也好，它永远是什么？弧线，左边是弧线，右边是弧线。我们要修甲型的时候，就要专注左右对称的这个弧线的弧度。那么如何去做到左右对称？对于新手小白来说，快速做到左右对称的重点就是先拉侧直线，像这个样子卡纱条卡在这个侧线这里。那么如果你的纱条也是像这个样子很厚的话，卡不到这个
假手里面，真人手的话，你其实可以掰开卡进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假手不好卡的情况下，可以去使用这个钢板锉，因为它比较薄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卡到这个缝隙里面去拉侧直线。侧直线你看啊，如果你这边有什么有角角往外压，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侧直线，就是错误的。我们一定是先把这个角给修掉，然后慢慢的延伸到什么我们整个侧线上去，像这边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先磨的是什么？这个尖尖处啊，然后往侧线整个延伸上去，先把左右两边的侧线先修好来，一定不要贪快，贪快你就容易修到左右不对称。第一步，先拉侧直线。你看侧直线是不是我们都不会这样抬起来去修的？修的是这个样子的，张开来的角度，慢慢的延伸到侧边的侧线上。好，侧直线修好了之后，我们再倒过来观察，我们想要修多瘦，的这个变形点，看得见吗？我们的健人实操课是有教椭圆形的变形点的，那么渐圆形也是一样的，就是它想要变得很瘦的这个弧线，我们想要它越瘦就越靠近我们的左右 AB 点，从用眼睛确认这两个 AB 点的地方啊，高度要一致。好，一定是 AB 点左右对称，看得到吗？这个是我们修的变形点的 AB 点啊，跟甲床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确认好变形点了之后，一样。先连接指尖的这个地方的弧线，不要超过我们的中心点，把它慢慢的修瘦来。接着稍微把纱条像这个样子立起来一点点，把侧边的厚度，甲片指尖这里都是有厚度的，看得到吗？我们要把甲片指尖的这个厚度稍微带薄一点点，像这个样子立起来，顺过来。然后带薄一点点，修到80分，就是不要把它修到完美。我们来找这边的对称，找另外一边的对称。有的人会习惯先修左边，有的人会习惯先修右边，这个习惯都没有关系的。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我们修这边的时候要看着刚刚修的那一边，所以我是修右边的时候，我是看着左边去修右边的什么弧度。同样是弧线，虽然说同样是弧线，但是它的弧度是不是不一样啊？所以我眼睛始终是看到这边的弧线，然后去找与之对称的弧线的角度。看，现在这个角度我就觉得差不多了。然后同样，我先把侧边往下收一点点，看，因为有厚度，我们像这个样子下落式的把这个厚度往下修一下下。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修到七七八八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指尖也往下看，指尖也往下带，这个样子其实就七七八八修的差不多了之后，我们倒过来去找什么呢？精准的左右对称的微调，我们可以换成海绵抛，直接在倒过来的状态下，我们去找指尖最细微的左右对称。一定要倒过来检查，为什么？因为顾客的视角和你的视角是不一样的。操作顾客的时候如何倒过来，我们在健人实操课有讲过，对不对？修甲片的时候也是要倒过来，为什么要倒过来？要学会用我们的眼睛看出这个精准度，哪边高一点点，哪边矮一点点，左边的椭圆线啊，左边的椭圆的弧线好像收进去了一点点，然后右边的椭圆的弧线好像胖出来了一点点，这一些眼力啊，眼力劲儿。我们俗称的眼力劲儿，就是老师为什么看得出来，我自己看不出来，就是因为你看的少了，实操的少了。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是要把它翻过来，然后进行精准的微调，跟操作顾客一模一样，才有练习的意义。最后找补一下我们指尖下落的一个质感，就是你不落下去的话，指尖这里就会太厚了，太厚了质感就不好的同时，会影响我们后期铺胶甲型的纤细度。清洁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像这个样子，一个左右对称的尖椭圆就完成了。那么还要干什么呢？打磨一下甲片的这个台阶，练习一下甲片台阶的打磨。打磨机的转速开到10左右，用的也同样是这个阶梯打磨头。我们把甲片的衔接处练习一下如何磨。磨的时候重点是什么？不要磨到顾客的本甲，磨的是甲片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把它磨到无痕的状态。把你胶水没有贴好的地方也给它磨掉。
角度是这样子，稍微倾斜一点点的。主要打磨的就是我们厚的甲片。如果你侧边胶水太多了，我们也要学会打磨侧边衔接处的这个厚薄度。看，像这个样子。接着打磨左右侧边的这个厚薄度。好的，清洁干净了之后，我们来观察。首先，第一个衔接处的无痕，然后左边侧边和甲床的一个衔接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收尾点和起始点的关系。再从正面去观察它是一个左右对称的一条抛物线。看明白没有？这个就是尖圆形的修磨方法。那当然，通过我们后期的塑形，可以给它捏得更瘦，看得到吗？塑形我们也有在真人实操上讲过了，所以一开始我们的尖椭圆啊，就不要把它做得过瘦，不然会妨碍我们的塑形，在塑形的时候一夹就都没有了，所以不建议大家一下子杏仁形磨得太瘦。最后呢，给大家讲解一下，就是练习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5个甲片一起练习。练习什么呢？练习5个甲片的形状，我们的底部的甲片的轮廓线。5个手指头用不同大小的甲片去修差不多的椭圆的胖瘦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还要注意到，跟真人手一样的细节是什么呢？手指甲盖越胖越宽胖。比如说大拇指，看手指甲越胖，我们的大拇指它相对来说长度就要越长一点。因为我们的视觉欺骗会使得什么呢？我们瘦的东西看上去就是长的。这个样子看，我的小拇指其实不是很长，对不对？看上去好像差不多，但实际我们摆到一起去，我们来看，我现在把甲后廓摆在同一条直线上的情况下，中指我是留的最长的，然后无名指和食指这2根手指头会相对短一点点，小拇指就会短更多。但是呢，伸出来看的话，越瘦的就会显得越长，这是一个视觉欺骗。所以我们在修甲片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要以什么为单位呢？首先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假想的长度，自由圆我们大概要留多长，先定一个长度出来，这个长度是我们大拇指的长度。按照自由圆的长度，我们的中指要比大拇指稍微短那么一点点，大概是1毫米左右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食指和无名指2个一样长，会比中指短1毫米左右。小拇指会比我们的无名指再短1毫米左右，像这个样子去操作真人手的长度，也要去进行相对应的练习。最长的是大拇指的这个最宽的手指头，其次中指是最宽的，所以在这4根手指头当中呢，我们的中指是留的最长的，依次这2根手指头差不多长，小拇指最短，根据这个比例进行我们的手部指模的一个练习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，可以给老师的视频底下留言哦，拜拜。